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一些断壁残肢四处游荡，窥视的都市传说是真的，我就会开始忍不住的想要砍骨头。你要变成卡皮巴拉了，姐呀，你不是人！我们6个本身是动物啊，我们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啊？这是老板的腿。又有一只脚。这是一场对人的复仇。折磨我弟，我绝不允许。我就是想要杀了他。我们俩确实想杀了他。我要逃出去，但是我逃不出去。哦，这还有人头。哦，整个身体已经被溶解。作案手法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在那个断肢上找到一个血爪印嘛？对。但那个血爪印现在还出现一个地方，就是这儿。神秘地带。神秘地带上面有一个狗爪子，小狗爪，也可能是猫爪，都不一定啊。神秘地带会在每次疯狂动物派对日的3声钟声后出现，只有在庭院打卡处通过认证才能进入。也就是刚才我们去的庭院的那个对面，去那个神秘地带看一眼，你说呢？好，好。好，行，卡皮巴拉，你捏它。OK， 好嘞，那行吧，那咱们就先去看看吧，好不好？对，因为他说每次3声钟声之后出现，我们先去等着。OK 啊。哦，走，我们出发。来，神秘地带。哇哦！哦，等一下，怎么了？哎，前面是什么啊？竟然有人！那是个猴子，豹子。有阻止我们过去的人。豹子。哎，来了一个猫。哎，小咪。哎，喵，好可爱。你是狐狸，我是狗啊。Foxy，你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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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拿武器过去。走。哦，这是在干嘛？喵。哎呦！哎呀妈呀！可爱的小猫。喵。验证通过。OK， 懂了。哦，懂了，明白了。来，我这个，哎，看着。哎，验证区只允许1人。啊。哎，看他怎么验。排队哦，在那儿演。验证通过。哦。我来试试。卡皮巴拉。这是什么东西啊？何意味？什么生物这是？验证不通过。验证不通过。为啥呀？不通过。你来，快 Fox。狐狸怎么什么姿势啊？你爱跳一段那种的，然后抖抖尾巴什么那种的。什么啊？哎呀，来吧。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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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Foxy。验证通过。啊！哇！
要发出声音来。你卡皮巴拉怎么叫啊？真的假的？哦，行，那我就学。要有一段舞，怎么？要顶腮，舌头要顶腮，为什么顶腮啊？就是要帅啊。哎，可以，是这意思。验证不通过。哦，他头上有一个个橘子，这个顶一束花吧，顶一束花，顶一可以束花。顶束花。验证通过。哎呦，恭喜！好，我来。咋这样呢？验证通过。谢谢。刚谁扔我？不像话，怎么叫扔你啊？哦，狼是什么样的？你狼王一发，我们在后面小狼跟着你一起，好吧 OK。验证通过。兔子能干嘛呢？我是小兔兔，真得这样。我是小兔子，对OK 了，就他了。真得这样。然后我们要说我爱你，你要说 me too，me too。妈呀，我是唯一的观众，太……我是小兔兔。等一下，想你啦。然后你要说 me too。OK。想你啦 ，me too。等会儿听声音。验证通过。通过。可以。好，我是这个。你得拿点舞蹈，你说哦，最近我怎么越来越狗了？舞嘟，然后来一段热舞。OK， 没问题。哦，最近我怎么越来越狗了？这是什么？验证通过。什么东西可以，就是让你感到羞耻。 ？OK， 我们已经失去人类的尊严了。行 ，OK， 阿金，今天我是不会再守护你的这个不是你黑暗里，我不会再守护你。你不通过，姐姐给你想办法。这是个什么地方？这么小，进吧，朋友。哇，这么多动物。什么意思？你装啥呢？这也是咱们整个 party 的一环吗？他不认识我们了吗？好了，朋友们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开始啥呀？开始干嘛？开始干嘛？记住伤害你们身体的是谁？记住伤害我们身体的是谁？记住伤害你们心里的是谁？记住伤害我们心里的是谁？那是谁给你们造成了伤害？人类。人类。
人类，没错，人类。那些人类一边说着爱我们，又用我们去形容那些他们讨厌的人，乌鸦嘴、猪脑袋、狗东西。他们嘴里说着爱我们，却用这份爱囚禁着我们。他们的爱隔着的是玻璃和栏杆，闻起来全是消毒水的味道，甚至还有些人类在伤害、虐待着我们的同类。我们该不该复仇啊？复仇！我们该不该复仇？杀了他！复仇！那一组很生气，非常好。所以，我们通过注射药水来幻化成人形。哇！这样就能惩罚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类。大家都坐好，仪式就要开始了。哇！干嘛呀？小乌鸦，你还记得这个人是怎么残害你的同类吗？就是他，是他残害了我的族类。来吧，惩罚他吧。渡边，是他伤害了你们流浪狗。走。不要吧！各位新来的朋友，我们就不用了吧？我们下一场惩罚10分钟后开始，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刑具吧。好，我先挑。我们走。啥意思？下一个惩罚？我们惩罚谁啊？惩罚他们俩是吧？惩罚人类。他俩不就是人类吗？我们现在是注射了药水儿，不听讲。你是什么？星星。我觉得这个好。齐德龙东枪。龙洞军何在？龙洞军。OK， 好。这个好玩。这刑具啊？挠痒痒。哦，这是什么刑具啊？这是挠痒痒。
是的。这是什么呀？逗猫棒。惩罚他们。这个也好玩。你们这个善良人设要一直做下去是吧？我们都在这里挑这个，你们两个给我挑个这个。你们两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给你们砍死好不好？啊？啊，好，行，明白。刚才已是几个事儿啊。第一，我们应该不是人类，我们应该是注射了那个人形药水。对，我们通过注射药水来幻化成人形。等等，朋友们，哎，这位很惨的朋友兜里有一个推好玩游戏公司员工离职申请书，申请人多哥。哦，这是多哥啊！哦，我们的前台啊，这个好玩游戏公司多哥，这个电脑也是多哥的。入职半个月，我的身体出问题了，竟然开始长毛了，连我手心的爱心胎记都长出毛了。是不是手心长毛了？看手心是不是长毛了？哦，对，是的。哎，我们坐下来。申请人多哥，审批是推好玩的审批吗？是通过了吗？没通过。推好玩说，该员工入职时已签下30年劳动合同，违约需给3亿违约金，他批注的吗？推好玩的字。等一下，申请书上的字迹，哦，这也是写的字。就是这两个是一个人。这两个是一个人写的。哦，这个字迹它的这个撇勾的很，喜欢勾的那个勾一下。跟肢体上面的字一样吗？一场关于人类的复仇。这个字迹跟推好玩身上那些字迹一样。那这个就很矛盾，他身上那个这是一场对人类的报复，这个字迹也是推好玩，对，他自己写到自己身上吗？不会吧？他们马上来喽，10分钟之后他们要来让我们虐杀人类。哦，那我们搜证吧。有一个这个哦，不是。哎，卡比巴拉的毛。你家卡比巴拉长黑毛啊？这边有个蓝色的是什么？哦，泡沫，我。全都是泡沫。不，这没用，这是纯泡沫。纯泡沫。哇！我谁天哪！的墓碑？小动物的墓碑。小卡。你们4个都有墓碑了。所以我们已经死了吗？已经死了。那我们现在是什么？这有这个。官人院。什么叫官人？官人的园子。哦。官人园。背面有东西吗，哥？听到园长每天用大声公广播那些话，我才知道你们过得有多艰难。动物园的那些人都有罪，我一定要向他们复仇，所以我才会这么做，让你们也感同身受。这个人的字跟这个是一样，一个字。哦，刚刚是有个大喇叭。对，他们都是畜生什么的啊。畜生就是畜生，该关的关，该训的训，该打的打。这些畜生能让人类开心，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价值了。
有一天我返回来这里拿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老板说话，老板在打电话。我看他那个样子，已经快成卡皮巴拉本拉了。明天我要换一个更猛的，我看他能扛多久。那些动物就是畜生，让我们人类开心，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价值了。听到园长每天用大声公广播那些话，园长是谁？我才知道你们过得有多难过。我感觉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对，就是被虐待致死。动物园里的那些人都有罪，我一定要向他们复仇。你们死了之后，我要向这些人复仇。所以我才会这么做。这个你们应该是动物园那些有罪的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做，让你们这些坏蛋也感同身受。不是感同身受，不是，应该不是杀。我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表演，哪怕身体不适，也绝不允许拒绝表演。游客可以对小卡进行任何整蛊挑逗，以此来验证小卡绝对不会生气的。若兔子出现暴躁行为，立刻执行电击矫正。小王必须时刻保持最完美的营业状态，每天需要完成20个小时的直播互动。被虐待，所以这个你们指的是我们6个人？哦，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是坏人吗？可能我们以前就是虐待这些动物的人，比如说你以前你就是虐待那个狼的人，我可能就是虐待狗狗的人，因为这些人死了，所以他们把我们变成他们，让我们也感同身受。对。卡皮巴拉型人格，修勾勾型人格，小白兔，美人鱼式人格。对，我们都虐待了一下，然后他给我们注射这些，让我们变成动物，再来虐待我们。20个小时的直播互动，进行任何整蛊挑逗，每日10场水上表演，执行电击矫正。啊，这个逻辑对了，对不对？这是一场对人类的复仇。突然到天上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发现这个技术。怎么了？怎么吓我一跳？你别吓我啊！吓我一跳！一听我耳朵边。对不起。所以我知道了，害怕的其实一直不是我害怕。各位。出事儿了，啥事儿？今天我们这里面要惩罚的人出问题了。哦，什么问题？有人类混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天哪！哦，这个啊，他呀，是他是吗？是他呀。他太刻意了。我先惩罚。等会儿，大家我知道很生气，好吧？但是我有办法。什么办法？这儿啊。有个电视机，怎么有这种人类的东西在啊？这个不叫电视机，这个啊是照人镜。照人镜。对，只要站到他面前，站到面前就能显出人形。对，就能看出谁是人类。我觉得我先看看这个可疑的杜宾吧。啊，可以，没问题。来，你照一下。好，我照。对。哦，真狗。是我家的狗吗？不错，好宝啊，不敢怀疑你。来，别生气，上这儿，去那儿。好，真狗。一会儿如果有危险，你就跟我跑。下一位。你干嘛跟我讲话？把这个照一照。照一下。
来，他也是人，排除一下子，他也是人。哎，还真有，好可爱，好可爱！你怎么这么可爱？那你们几个新来的，不如一起照一下吧？来，对，一起照一下，两排，每个人都出现在镜子里，好吧？来，一起照一下。这什么意思呢？你好漂亮。对，好，特别棒，特别好看，特别帅气，哎，特别不对劲呐！你们是人类啊？不是，他还没反出来呢。来，我再看看，来，等。不是，咱要等到一个点儿的话，就没必要了吧？这确定是人类了。我们6个都是人。人类又怎么样？我说的嘛，推好玩说今天送来4个要惩罚的人类。刚谁说送来这？推好玩啊！推好玩都死了。啊，那好吧，那也送他们去找推好玩算了。不行，动物们，不行，把最像人类的动物给我抓起来！哎，干啥呀？哎，我不是这意思，你们这帮来这边，来跟我这边。哎，不是抓我，哎，什么理解能力呀？抓他们！你们快跟我走，快跑！快跑！走，快跟我跑！抓他们，松开！快走，快跑！你们快跑！何意味呢？何意味呢？快走！哇，好漂亮！哇，好香！哇，空气清新了。狐狸这是你。呀，哎，看，秀逗求训虐，秀，你把我们的恐惧、惨叫、挣扎拍成视频，看着我们痛苦，再笑着说一句：“这个一定能火。”这是虐猫是吧？你把我们关进铁笼，逼着我们互相撕咬，流血的是我们，换无的却是你们。行，你们说喜欢天鹅，于是剪断它们的飞羽，让它们一辈子困在人工湖里。你们把它们原本辽阔的一生，压缩成供人观赏的几米方圆。嘘，鞭子、铁钳电击饥饿，你们把折磨叫做训练，直到我们终于低下头，不是因为被驯服了，因为知道反抗会更痛。他们拔掉我们的毛，砍断我们的四肢，火烧、电击、活埋，然后轻飘飘地说一句：“它只是动物。”嗨，我们有什么资格这样说话？我们都是人。可是我没有干过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干过这个。等一下，各位受罚的典型人物：推市动物园丁爷爷、金大姑、柯二伯、南妈妈、贺爸爸。南妈妈、贺爸爸。等一下，让开，下去。哪了？下去。你都变成爷爷了。下去。我当主公。下去。哦，他是丁爷爷。我是你们的，我是谁的爸？你是贺的爸。你是南妈妈的爸。你是贺爸爸。对，他是你们4个人的爸。如果是真的话，你是他们俩的小孩儿。哎呀，儿子！没有，我是那个隔壁白叔叔的孩子。哦，白叔叔的孙子。我只认这一个爷爷，其他人我都不认。好嘞，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动物园呢，其实最开始是我们经营，我们在做这些事儿。我们的祖先就是我们啊？我们推是动物园嘛？我们是这个坏人。刚刚说的那个逻辑对。对。所以是这样的，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我们做的。都怪你，都怪你。孙子打我干啥？都怪你。儿子，叫人，赶紧叫！我失忆了，不好意思。哦，播，哦，视频了。在地球上有许多人类尚未抵达的区域，就在这些区域的核心，某片密林的深处，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动物城。这里生活着比人类更古老、更智慧的高级动物文明。他们观察人类，却从未被人类发现。然而，随着人类欲望不断膨胀，对动物城外的动物们伤害也越演越烈。为此，动物城建立了官人员，并设立了动物局进行监管。凡是伤害过动物、漠视生命的人类，都会被秘密带到园区，被投放进人类最恐惧的职场环境中，让他们亲身经历动物曾承受的一切。负责监管的动物会注射推动人药水，注射后可变成人形态，但仍将保留本体动物的习性与特征，成为这个职场环境的领导者。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疯狂动物趴。观人员的人类在惩治结束后，这段记忆会被转为一场无法忘记的噩梦，陪他们回到人类生活区域，以做余生的警醒。哦，等于说就像监狱服刑一样。就是把那些伤害动物的人类全部关在这儿，也就是我们6个。对。然后呢，刚才那些人确实是动物。动物们，不行，把最像他们是通过注射一种东西，让他们可以站起来，一人一动物的那种形态。然后呢，对。等一下。语音输入动物所属地，再调阅该地人类惩治记录。直接输入动物园，推示动物园。刚刚我们收到了晶姐、小汪、小卡还有小兔在推示动物园留下的遗言。说实话，虽然我已经看过了那么多悲惨的案例，但这4个小家伙的遭遇仍让我心碎不已，因为他们不是死于单纯的虐待，而是死于背叛。他们是被世上唯一的亲人亲手推向地狱的。什么？这一单，动物局决定特殊处理，由官人员内的工作人员忒好玩，为这4个伪善的人类注射动物特性针，让他们最亲近、最在意的人逐渐拥有他们曾害过的动物的特性，亲眼看着自己最爱的亲人受苦，是他们应该受到的惩罚。明白。所以就是和我们刚才的推断是一样的。你们虐待了动物，然后送进了这儿，就是我们其实4个是大恶人。没错。只有我们4个是大恶人，这2个，那你们俩呢？这2个也不是什么好人吧？他们俩没有动物病变。好，是否要调阅被惩治者详细档案？是。需要通过密保问题。害死晶姐的人是金大姑吗？金大姑还是科尔伯啊？让他们最在意的人拥有他们曾害过的动物的特性。科尔伯，因为要变成你折磨过的人。哦。你是白金饲养员。金姐的饲养员，你是？那我干嘛了呢？我天生需要情感链接，所以将所有的安全感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但你将我困在长宽不足10米的水泥牢笼里。我1年365天全年无休。一旦我的表演失误，你不仅会冷漠对待我，还会惩罚我。你明明知道这样会让我很难受，但你已经收不了手了，而我也已经崩溃了。我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寻求解脱。那我确实该死，你伤害了他。那你也没办法，你也是饲养员嘛。但是我们拒绝观看白金表演就可以了。那个水池有10米长、7米深，相当于把一个人关在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厕所里面一辈子。对，我们看看金大姑吧。我看看我是怎么死的。明星狗小汪饲养员。虽然我只是主人的一部分，可主人就是我的全世界。虽然我很讨厌姐姐手里那块会发光的砖头，可姐姐举着它看着我的时候，我舍不得躲开。好可怜。姐姐说她喜欢我，那再难忍受的强光，我也会忍的。忍到有一天，姐姐终于放下砖头抱我的时候，我再也睁不开眼睛了。闪光灯，应该是一直拿闪光灯照他了。对，闪光灯也是伤害性的东西。患者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镜头恐惧症，患者需避免高强度社交工作。一直拿它做秀啊，或者拍视频、做账号，一直拍它，而且只有在拍它的时候，它才会笑。对。拍死小卡的人是我，应该是男妈妈。黑市卡皮巴拉小卡饲养员。主人说喜欢我情绪稳定的萌态，但是他可能误会了，那只是我在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不是刀枪不入的铠甲。主人让凶猛的大猩猩把我摔下来的时候，哦，我的妈呀！我真的好疼，好疼，就进入僵直的应激状态。他其实一直在被狂揍，然后我问他你有疼吗？他都说我不疼。呼吸要停止了，我要去那个真正平和稳定的世界了。我天哪，好可怜啊！为什么有动物园是这样啊？为什么乱放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做秀，对，它就是一个秀。有的动物园是这样，把一只狗扔到猴子园区，让养，然后这些猴子拿着跟玩具一样虐待它那种。咬，然后观赏吗？对，就是有人会喜欢看这种东西，就会有一个噱头引流啊，各种各样的。我看错你了。看看你怎么对我的。还有，害死小兔的人是谁？贺爸爸。贺爸爸。兔子小兔饲养员都说兔子非常能忍痛啊，因为一旦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天，你干嘛要这样铲人家？哎呦！当遍际项圈的电流刺痛我的身体，麻痹我的神经，当主人拔掉我的牙齿和指甲时，我看不了。我都忍住了恐惧的尖叫声，因为比起那些猛兽，主人每次抚摸我的头时，我都会感受到被妈妈舔舐的温暖和安心。我现在将对你进行一些击打的动作。你挺血腥的。我天哪！拔兔子，你还拿人家做实验，还拔人家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主要是他活着啊，活着直接。我该死！丁爷爷和您孙子，狐狸园管理员、狼园管理员，他们俩绝对是好人。我们想看到丁爷爷和您孙子笑，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他们开心，所以每次都吃下了。可是身体真的很不舒服啊，拉肚子生病，整夜难受。哎呦我天啊！
吃了什么呀？可能骨头卡了吧。就有些很多东西它其实不能吃，乱丢给，而且你都丢给它。不要给动物吃东西，就吃自己的东西。像狗就不能吃鸡骨头，它们可能也吃了那种会卡气管。它一定要合理的管理这个动物园，不能让游客随意投喂，因为就像小狗一样，有小狗有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不能吃。像这些野兽也是同样的。对，反正不仅是动物园的责任，作为咱们自己也是有这个责任去保护动物。所以我们6个人其实都犯过错，那有什么资格去杀忒好玩呢？所以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肯定是不想死，或者说他不想去服这个刑，所以他要把忒好玩给杀。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这是观人员，那忒好玩是不是也是动物啊？负责监管的动物会注射推动人药水，注射后可变成人形态，但仍将保留本体动物的习性与特征。这儿有个那个东西还没解开来。哦，忒好玩的那个东西特征。它断肢上有什么特征？淤青。有没有觉得那些淤青很像一块块的斑纹？啊，有些淤青，淤青是斑纹。它身上有斑纹，什么有斑纹啊？蜥蜴、蛇、斑马有没有可能？斑马？哎，可以哎，斑马。那试试呗。那我们再看看有什么线索。你看它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各位？下面有个东西吗？你小心我了。哦，我看到了，在这儿。啥东西啊？在这儿，在这儿。钥匙啊？哦，这儿有一个东西，这儿。啊，2把钥匙啊？不是，问题钥匙要开啥呀？问题？没东西开啊，现在是。哦，等一下，这有什么东西啊？这么重？哇哦！2把锁，2把锁，2把啊，那就对喽。我开了。哦，哇，只有血。忒好玩专用。忒好玩的东西。哎呦！锯子。哦，所以它是被锯子锯掉了4只。忒好玩被锯子锯掉了4只。对啊。然后这是他自己的箱子，他自己的锯子。在这看一下啊。忒好玩说，在动物局干了这么多年，越来越发现动物局那套太温和了，说什么按伤害程度来进行不同程度的惩戒，根本对人类没有用。人性本恶，他们根本改不好，伤害动物的人都该死。可是我的忒好玩游戏公司又全天在动物局的监控下，我没法直接在公司动手杀了人类。它是动物。我想到了，我在监控死角造一个神秘地带，让动物局监管不到。动物局每个月都会惩治一批人类，参加完疯狂动物趴就把人类放回去了。可我绝对不能让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类回去。疯狂动物趴的公司怪谈是固定环节，他们会天然对灵异事件极害怕又好奇。我可以利用我本体的特征来制造恐惧，吸引他们来到神秘地带。哇，又有一只脚脚，这个脚这儿有个爪印。神秘地带上面有一个小狗爪，只要进来了，我就能把它们解决掉。我已经找好了2个同伙来配合我吓人。2个同伙？又蠢又坏的人类，等着吧。2个。那我懂了，他究竟找的是姐弟俩还是夫妻俩？有可能是错开来的。
不是的，不是，他找的那2个人是陪他吓人的嘛，对不对？这2个吓人的人知道他这个计划，就想把他杀掉，因为他们想回到人类世界。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找到那2个同伙应该不是我们其中的人。那15分钟断电的时候，不是有人在那里拍你的玻璃吗？应该是那个。哦。6月，该死的4个人已经鉴定，推氏动物园的4个饲养员。哦，这有时间线了，622执行方案，2点55的时候2位同伙就位，等到断电后，同伙负责吓人。3点，我亲自去拉下总电闸，让世界陷入绝对黑暗。3点01，同伙开始制造灵异事件。拉闸，他自己本人去拉的闸。我们这样，我们把它通顺一下啊。好，这个字迹包括那个本上字迹，其实都是推好玩写的，没有第3个人。这个神秘地带是他自己设置的，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那这个呢，也是推好玩的。这张照片，我们听到那些录音，其实是我们园长说的话。畜生就是畜生，该关的关，该训的训，该打的打，这是为他们好。那是我们说的话。所以他是听到这个原本的这个动物园里边这些人这么去虐待动物，所以他要替这些动物来报仇，这是他的动机。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人知道了这个计划，所以反杀了这个忒好玩。所以现在作案时间就是那15分钟。是啊。那作案手法就是提前用了什么方式，把那个电闸弄了，让他一摁就能砰，瞬间就定在那儿。定在那儿。然后呢，然后就把它截肢了。15分钟锯个人，15分钟锯个人。那只脚。对。但是我们还记得吗？我们在进笼子之前，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断肢。哦，对哦，在进15分钟的笼子之前，我们就看到一只断腿，就证明他不是在黑灯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哦，黑灯之前他就已经死掉了。但是我明明看到他演讲了呀。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疯狂动物趴。是谁2个看到他腿上有蚊子印儿？我们2个。你们，所以这个证据一定不会是错的，对不对？对，而且 DNA 已经证实了。对啊，所以像你们现在说这个逻辑就会是什么呢？就是死者带着一条断腿，在那个时间点还去拉了个闸。我们再看那个日记。那断肢上有什么特征？淤青，它是动物。锯子，这是他自己的箱子。这个字迹跟忒好玩身上那些字迹一样。他自己写到自己身上吗？等一下，它的本体特征，它可以断一肢，是谁可以断一肢啊？哦，断肢是吧？壁虎。壁虎呀！壁虎不是断尾吗？能断腿吗？不是，是这样的，它可能动物形态它是断尾巴，那可能它画成人的话，它就可以卸腿了嘛，对不对？锯子。死者带着一条断腿，在那个时间点还去拉了个闸。它的本体特征，它可以断一肢，是谁可以断一肢？壁虎。哦，它打开了，壁虎吗？壁虎啊，再生。真假的？你这个再生怎么推出来的？壁虎不再生吗？哇，好聪明！我是凶手吗？不是。哎，所以是他自己断了一臂来制造这个恐慌。对。生命体征监测是吧？3点停止跳动。3点，我亲自去拉下总电闸，那就是3点那一刻。这什么东西？买1送1特殊光谱照射灯。OK， 我要拿这个照所有的，我万一照出来一个。我念一下这个啊，优秀毕业档案，忒好玩的名字叫做火蜥蜴。学生的优势是断肢可再生，方便从事高危职业。
能看到其他生物无法捕捉到的紫外光。它能捕捉到紫外光。然后呢，这有一张电闸的图，总电闸左面那个电闸漏电了，误触必死。我让布卡壳做了只有我才知道的标记，绝不会弄错。漏电电闸若被拉动，会导致短路，让总电闸也跳闸。这是电死的。对。那个电闸不是有一个烧了吗？所以他是不是换了位置？他把电闸的位置换了呢？就是把左边第一个换成了中间那个他要动手的那个。哎，那个是可以查阅吗？又可以查阅了。火蜥蜴，肢体奇迹。在动物星的世界里，许多种族拥有令高等人类羡慕的肉体特征。明白了，这很重要。以下几类：类别 A， 软体拟态，代表动物拟态章鱼和黑海参。极致再生代表的是壁虎和火蜥蜴。然后呢，视觉界限这个很重要的朋友们，光谱跨越、犬科和驯鹿，视网膜能够接收人类无法察觉的短波长紫外光，它们在眼中充满着由尿液痕迹、荧光物质构成的隐形路线图。犬科动物具有较强的弱光视力能力，但是若环境没有光线，犬科也无法视物。然后类别暗夜世界，比如说兔科和猫科。兔科。然后它们眼睛还有大量视杆细胞。在灰暗环境中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随意在夜间的或者黄昏活动。它是犬科嘛，这是兔科嘛，它们可以在黑灯的情况下行走。哦，15分钟的那个暗灯，原来不在的是你啊！动物星部分生物拥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学习声音、情绪以接近人类。声音拟态，八哥和禽鸟。然后呢，有个诱饵伪装，安康鱼和兰花螳螂这些可能跟我们没关系。我又被排了。我被排了。你是犬科啊，宝宝。对啊，我被排了。你是夜间。我夜间不行啊。没有，你看他们荧光构成隐形路线图。你是被锁了。等会儿，什么？那是你们俩呀，你们俩。说实话吧。你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夜视功能？你别笑啊，你嘴角都压不住了。我只是天生爱笑。我发现他也很厉害。我？对，我们这次就投。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不是人。哎，这句话今天说还真没事儿。没有，我们都说得更狠。我很想当凶手。这我们都用过了。我们都是发毒誓的，真的。你呆了，不相信我？不要打卡，这里没有感情牌。你也偷不了分。卡皮巴拉属于什么科啊？我还真不知道。卡皮巴拉属于什么科啊？接着栽赃。谁呀？我吗？我卡皮巴拉怎么可能在夜间行动？什么科？我们可能只知道犬科和猫科几个东西。他和你们还没有出现在这里面，说明没有被排掉，不可以通过这个去排人的。不能排人，但是可以锁胸。是这个意思。别在这乱开枪行吗？是这个，你们俩人，哦，你们俩人合谋，一个骗我的感觉，一个骗他的感觉。你岂会倒打一耙呢？我相信我弟弟。一会儿我估计有一个点是这个灯可以照到什么东西。我们去电闸那看一下，看一眼是不是调换过。走吧，照一下。哦，在这，下面看。哦，电子触碰小心触电。是这样的，他说的啊，总电闸左边那个漏电了，误触必死，那就是这个是一个漏电的吗？他本来要拉这个，结果拉到漏电这个了，是因为漏电标签原本贴在漏电的下面，结果让凶手换到漏电的左边一格，导致忒好玩，把漏电电闸当成总电闸。
漏电电闸若被拉动，会导致短路，让总电闸也跳闸。这个就是跳下来了吗？对，拉那一刻电死了，然后尸体在这儿，他趁着15分钟过来给他直接整个扔里边。那就 OK 了，杀人手法就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锁凶了。锁凶了。锁谁呀？锁谁呀？没有，就开玩笑的，只能说盘一盘什么时间线什么的。这什么东西？这是毛。毛啊！是卡皮巴拉的毛吗？哎，你把关键性证据给吹掉了。掉毛。我们找到了属于你的关键性证据。记住你现在这句话啊！录下来，再说一遍来。哥，你刚说什么？说我们找到了属于贺苦呢的关键性证据。这算谁找到的呢？不是，我们在思考思考。你先看看这再看看，再看看是不是毛？看到了吗？这个毛肯定不是，这毛肯定不是。它的毛是棕色的。你看，还是谁信任我？你看看。等一下，我看看卡皮巴拉。它的毛是棕色的。它的日记里面有那个毛，是那个棕色长的。长毛啊！再找一下，找，给爷找。我记住你们3个人发现这个时候的嘴脸了。好。好。那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关系线索啊？哎，这是什么？这是毛，真的有毛啊！别，等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带入这个毛了，看什么都是毛。不是，确实是毛，哥哥，这确实是毛，是我的毛吗？我不掉毛，真的是毛。等一下，感受一下下面有东西吗？我们俩等一下，这什么？叶子啊，叶子那就是理解。自己吓自己，魔怔了就找这个关键性证据。哦，这啥？眼镜碎了的。可以打开对应的对门。你看，后面的门是可以打开的。锁上了，我的妈呀！出不去，门锁的。就是我们6个人当中，他自己把自己的门打开嘛，打开之后他就出来了，出来这15分钟干这事嘛。哦，夜视镜。哎，你说这个是不是排凶？排掉有夜视功能的人，因为他已经有夜视功能了，是他就不用这个，不需要这个。那是真的是把你排了，因为我看得见。对，那是我被锁了。哎呀，我想起来，我也是犬类。这会儿你是犬类啦？啊，你是个什么的犬类？肯定是他，因为没有介绍他。鱼、琵琶，然后犬兔都说了，只有卡皮巴拉没说。妹妹，你不要这么信任你的姐姐，现在。我就当然信任他了。等会儿，朋友们，这有个垃圾桶，看看有没有东西啊。哦，这有手机啊，忒好玩的手机。有个布卡壳，给他发了个消息，是6月21号3点。卜秘书，你等会儿按我说的，去庭院电闸上做好标记，记得一定要是用其他人看不见的紫外光标记。其他人看不见的紫外光，那就刚刚那几个字对吧？是。放心吧，老板，我办事儿从不卡壳。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能看到紫外光标记的。你要是做标记看不见，记得提前来我办公室的第2个抽屉拿特殊光谱显影灯和电闸钥匙。哦，有钥匙有灯，我不需要那东西，我可以贴好的，保证不卡壳。我知道这是谁，刚才那个领我们走那个他是天津人。一会儿如果有危险，你就跟我跑。下一位。你干嘛跟我讲话？哼，行，那一切就按照咱计划进行了。明天的疯狂动物趴，我要跟他们玩点刺激的。老板啊，你记得啊，贴了标签的右边是总电闸开关哦，拉那个就能开关灯，千万别拉错了，很危险的。
就是刚对右边那个烧。我知道，你赶紧去做事儿。哦，对了，别和那只臭熊太酷了走太近，它有问题。哦，今天那个老板客户是吧？对，大客户。太酷了吗？有相册吗？没有。看一下还有什么？就一个微信，群聊，或者是什么账单、钱包。行了吧，那现在咱们进入审讯环节吧，我们各自分析一下到底谁是凶手。我们回去再说。回去说，走吧。我觉得真的是卡皮巴拉，你们不相信我？来，哎，我们直接投好不好？投我，投我，又来这一招，哎，不吃他这一招。他每次都这样，来回我都看腻了。对，就是每一回被这种点出来就开始，哎，就是投我，哎，投我，哎，来投我，哎，对，好。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劳动局。那我们先提审一位嫌疑人，我们把那个布卡壳，有请布卡壳，你看我一说他名字就容易卡壳。布卡壳，请来上座。来了，来，有请过来。哎呦，这怎么还有武器啊？哎，你能说人话是吧？我可以说人话的。对呀。只要你说实话，子弹就不会打穿你的胸膛。好。请起，哎，请起，我们找一个，这什么？这防蚊贴啊？这是我这个自己的。各位人类真是太仔细了。哎，我刚刚看到后屁股都应该有个纸。后屁股都吗？没有，在哪儿有你？真没有，我只有我的尾巴。尾巴里边有东西吗？没有，你没有啊？坐吧。哦，大家想问我什么呀？你和这个推好玩有没有一个什么合谋的计划呀？他有没有让你在2点半、2点45或者3点去吓唬人啊？哦，这个其实确实是，崔老板告诉我要吓唬人类们，对，让大家不要欺负小动物。我有一段你跟他的录音。卜秘书，你等会儿按我说的，去庭院电闸上做好标记，记得一定要是用其他人看不见的紫外光标记。他让你去电闸去做什么东西来着？是他让我呢去这个电闸里边标记一下。那你去了吗？你去了吗？我去了，因为我得听我们老板的话。但那个字是你写的对吧？对，那8个字是我写，禁止触摸有电的那个8个字，小心有电。所以那个荧光笔是你买的，是不是？这个荧光笔是我们老板的。你看到几个荧光笔啊？只有这个一个显影的这个，只有一个荧光笔。对。那在你使用完这套工具之后呢，你有没有把它归回原位？放回去了。但是呢，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再去老板工位，我就发现那个显影的和电闸的钥匙都换位置了。跟我昨天放回去是不是一个地方？明白，就被人动过了嘛，对吧？对，大概啊。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你不是跟你老板在计划这个东西吗？是。然后有一个阶段是你们要在拉闸之后去吓我们，对吧？对。你们有提过说，吓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躲进那个柜子，就可以避免被吓吗？谁可以帮我的破解办法？如果你的身边刚好有贴了这个花啊、草啊的柜子，单独躲进去，你就能暂时逃过一劫。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没想到的事情，没想到你们会躲到那个柜子里。那柜子上那个玫瑰花的标志也不是你们画的？那是不是那张提示我们要进去的那个？也不是他们弄的，是凶手设置的。凶手为了出去，所以让我们都先进去。
那您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儿想跟我们聊一聊的那种的？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其实真的是想救大家。当然，一会儿如果有危险，你就跟我跑。你干嘛跟我讲话？你们快跟我走，快跑！看大家那个有点不相信我，我还有点难过。但是大家不相信我呢，我就忍了。您也不相信我。谁？您还记得我吗？金大姑。我不记得了。我是小小汪啊。小小汪？我是您养的狗，我跟我爸都是您养的狗。哦，你不养金毛吗？哦，金大姑应该是虐狗吧，我感觉。对，你是虐狗的。姐姐说她喜欢我，那再难忍受的强光，我也会忍的。然后呢，我发现公司里来了一些新的员工，其中就有您。但是我又知道咱们这个推老板在干坏事儿，所以我就想说暗中想保护您，因为一看到您的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很亲切，总想往您那儿凑。但是你又不相信我。我现在相信，我忘记了，因为来握手，哎，好，左手，哎，好。那你有没有想保护他？有啊，当然有啊，因为我父亲临走前呀跟我说过，说我们狗狗就是要忠诚于我们的主人，永远记得自己的主人。我都感动了，有点儿。所以你会不会一直跟着我，可以证明我的清白？比如说我被关在柜子里，你也会来保护我，或者不会特意吓我，正好把我给排掉呢？有一种想保护你，我把计划全盘托出告诉你，直接锁我。他的出现在这里明目张胆说我，然后把我给锁了，兄弟们。没有，其实我觉得可以排掉他呀。排谁？排谁？排他呀。他可以，当然。哦，当然啊，当然。他肯定可以排他。半天，我是排我哥们儿，你问他。我们从未怀疑过他。对，是的，只是一只小狗而已。哦，没错，是的，小狗。行了，没事了，您撤吧，谢谢，辛苦了。好的，要加油。好，这辈子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我走喽。好嘞。OK， 那现在就是他上来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应实了这个工具是被人动过的，对，而且所有的箱子是凶手设计的，这个故事也是凶手设计的。咱们想了这么多事儿，其实忘记一个点。如果要去接触到推老板有这个计划，其实这个人的职业身份很重要，他有没有这个机会？首先我看我的职业，我的职业动捕，我对象的职业是这个游戏设计师，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其实能亲身接触到他的机会很少。然后他的职业是什么来着？游戏直播他也会有。然后就是老板站在后面揪着他的头发。然后他的职业也会有。他更有 HR， 因为他会有些私人表演。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把另外一个人先审了。可以啊，没问题。有请，太酷了。他也是2个吓我们的人之一。来，站这里，我先搜一下身。搜够了没有？行，去吧，应该就没了。行，请坐。有一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帮了我们，为什么呀？快跑！你们快跑！因为你们很可怜呀，刚才那个情况都多危急。哦，你纯善是吧？就等于，对，就是善良，人家就是。你知道我们6个人是干嘛？我们以前虐待动物，我们被关到这里，我们要受罚。你们是不是之前虐待过别人？我不管，但是这个地方不能虐待人和动物。哇，谢谢。我呢是最有正义感的熊。对，这些你们也都知道了嘛。我是一个熊，然后我打过药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人的模样了。对。所以今天你在那个动物世界那边待在那边，我们发现你在那儿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在观察他们要干嘛。你第一次去吗？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我来过，但是呢，那个密室我没进去过。
我一直就怀疑那个地方有问题，所以我今天才以身犯险，我进去看一眼，没成想那个地方确实就有问题，太残忍，太过分了。那你跟推老板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当然意识到了，我们俩大学同学。你们动物界也有大学？我们是高科技，我们不知道比你们厉害多少呢。人家是高维生物。明白。那所以呢，您继续说，你俩大学同学？对，我们俩大学同学。他从负责管理这儿以后，我就一点点也接触到了这间公司嘛。我们确实会惩罚那些虐待过小动物的人类，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进去100个，可能只送出来60个。哦，这就问题就很大，这就有蹊跷。我也在考虑这40个人去哪。所以你来调查这，所以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就发现那个地方，然后这不是你们就进来了吗？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不还紧个劲儿，我给你们使眼色吗？那么你认可推好玩的这种行为吗？我当然不认可。你当然不认可。那你不认可的话，你想不想惩罚他呢？我说实话，我没有想惩罚他，我只是想，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我一定会上报到动物局的。你知道，因为以暴制暴绝对不是一个可取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我今天想把推好玩给杀了，我们俩配合一下，你也不会答应。我当然不能答应了。那再怎么说，他有错，但罪不至死。但是推好玩跟你说，今天3点钟我要吓死这6个人，你怎么答应呢？什么时候答应吓死6个？啊，你不是那2个在3点钟推好玩？对啊，不是推好玩啊。那不卡壳拉着我去吓人的，什么玩意儿推好玩啊？那怎么跟你说的呀？你为啥同意你要去吓人啊？因为我得进来，我也不是这儿的员工，我也没有身份，我就能随随便便往这儿进啊。所以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想顺着这次这个 party 进来，然后他就说行，进来没问题。我说那你跟着我一起吓唬吓唬他们，这也是对你们人类的一种惩戒嘛。明白，行吧？行，辛苦您了。好，没什么事了啊，你们好好抓找真凶啊，抓找真凶啊。还要审讯谁吗？没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互相撕咬了。最精彩的环节来了。这什么东西？买1送1特殊光谱照射灯。我就发现那个显影的和电闸的钥匙都换位置。你看到几个荧光笔？只有这个一个显影的这个。只有一个荧光笔。对。买1送1，只有一个显影的，换位置了。兄弟姐妹，这个紫光灯是一个线索，但是这里面写的是买1送1，你们太忽略这4个字了。怎么了呢？买1送1的意思是他买这个的时候，他一定还有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电筒去哪儿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那另外一个是不是可能被凶手拿走了？对。如果凶手要拿这个，它代表了什么？比如说犬科和驯鹿，视网膜能够接收人类无法察觉的短波长紫外光。我刚刚在看那个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犬类它能捕捉到紫光灯，我在想这是不是可以排掉它？这2个东西同时出现了，就说明凶手是用了这2样东西。他不需要这个，然后他不需要这个，他们俩就可以排掉啊。就是我们2个。对，还有一个点就是，谁有机会看到这个计划，也就是有人要去过老板办公室。对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嘛。他没去过，对吧？他其实有可能接触到，因为老板跟他有亲身接触嘛。没有，他是在我的直播间对我进行打压。他没去过。对 ，OK， 你去过，辞职嘛？我俩是一起去的。没错，他也去过。他第一给老板私人表演，我应该随时跟着他。主要是这个。但是我更接近老板，我觉得我也可以反过来说呀。因
因为我每天跟着老板，老板一直让我就是随叫随到，我反而没有时间说什么趁他不在，因为我是一直要跟着他，一直给他进行表演的，所以我怎么可能还会就是趁他什么他不在了，我去他办公室偷东西呢？这不用偷东西啊，因为你就知道东西在哪儿啊。对啊，而且你可以随时看到他的手机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假设凶手是接触得到这个信息的才可以。我们看这个嘛，就是这个手机啊，其实凶手要作案要具备什么呢？秘书，你等会儿我说的。要看到这个手机，听到这番计划，你们得知道他要去电箱去干嘛。但所有的电箱的线索，只有刚才那个本儿和这个展现他的计划。对，所以这里我们不知道已知谁会进来这里。但是老板身边一定会拿着他的手机，这是一定的。所以刚才我想说，谁去过老板办公室？他们俩应该都去过吧？对，他俩都去过，所以就是他俩2选1。我告诉你，就是他俩2选1。等一下，如果是我们俩2选1的话，我觉得我也很清白，因为我是水里的，我已经开始出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了，我已经开始在陆地上不停的发烧了。所以呢？就是我已经很难行动了呀。就是我在陆地上我是非常难受的，我只有在水里是如鱼得水的。你这个太牵强了。今天一天的活动倒是没有发现你有什么不便。不是，我一直其实非常的渴，因为在你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一直在喝水。哦，原来是这样。OK， 好。这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盘一下动机。贺是第一是要救他女朋友，对。第二呢，出不去嘛，所以要杀了他，这是2个动机。你呢？你是要逃离公司，加上让你表演你受不了难受，再加上你看到你弟弟受到伤害，也就是你的动机，你俩来比的话，你的动机会更重一些。刚才我还想从他们俩动物的习性来走。白鲸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生物，是的，我觉得他就可能会想到很多东西，这是一点嘛。然后因为卡皮巴拉他会相对比较憨厚，比较吃压力的一个人吧。没错，对，是的。所以他可能不会借助这一次机会去杀掉老板。真的是你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不是你。对，你自己用脑子去思考。归票吧，2位推探，你得拉票呀。你们推探2位，你们要负责带领场上的好人票。这把就跟你们了，推探。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这把哥，这把就看你了。神魔就在一念间啊！这样是首先呢，2个方向嘛，他最容易接触到老板，最容易看到作案方式。那从动机上来说，他的动机更重一点。还有一个点，金要聪明一点，金会聪明一点。如果到最后不是我的话，那我认了嘛，我因为就是2选1嘛。2选1你还不认，还说什么？是的，是的，走吧，走吧。投吧。怎么投啊？自己想吧，因为很简单了，你就在我们2个人里面选50%，你总能蒙对一个吧。真的就是考验你了，一个是，对不对？一个是，有可能你是关键性。我真的不想。那今天的案件呢，在我心里剩下2位嫌疑人啊。通过杀人动机，包括变成动物的一些生活习性，我觉得阿金会更加的符合我心里凶手的人选，所以就把这一票投给了阿金。希望可以投对吧？本期我投的凶手是贺苦呢，因为只剩下我跟他2选1了，不是我，那就是他。我投的凶手就是惊呆了，对，应该就是他，没什么大问题。我投的是 OK。大家其实该分析的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难受啊。
今天我的这票投给了。旅行不用推理，同城省到心里。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晓时刻。3期没赢了。在今天的案件中，嫌疑人有贺苦呢、柯咋办、惊呆了、难为情、补卡壳、太酷了6位嫌疑人。太酷了。对。经过推理，有2位嫌疑人获得票数。我难受。左右为难。我选了他。啊，你选他啊？可也许对了呢。他们分别是贺苦呢和惊呆了。来吧，嫌疑人。好。经典2选1。咱们这样，你站在你闺蜜，我的女朋友。女朋友啊，这样咱们仨站她后面，如果是她，咱就踹她，给她这踹出去。随时准备着，来吧。我真的。踹我，你踹我，你踹我。你准备好了？我错了，你踹我。你看你今天踹不踹得到我吧？好不好，爸爸？好不好？获得更多票数的嫌疑人是惊呆了。不是吧？我觉得抛开作案动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作案动机，还是希望凭直觉。刻苦呢？好的，难受啊。今天我的这票还是投给了我最心爱的这个姐姐啊。其实最后我们也是通过2条逻辑线把嫌疑范围锁在了贺和金的身上。我相信了一只我觉得善良的和温和的卡皮巴拉啊。我投的是惊呆了。第一个是因为他作案动机最大，然后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接近老板的房间。第3个是他的血缘关系，因为被害的有他的亲弟弟，所以我投了他。没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要死心，隆冬军精神。OK， 隆冬军精神，隆冬效应，隆冬军，到时候隆冬军何在？踹！对，隆冬军OK。好，来。现在宣布本次案件所凶。成功还是失败呢？我已经准备要踹他了 ，Sorry。OK， 已经抬腿了。对，我已经抬腿了 ，Sorry。哎，不是你们是失败才踹我啊？对啊，因为他们没投你，他们都投我。不，我们失败才踹你嘛。放心，不会的，怎么是那种人？本次案件所凶。成功。所以是你是吧？只有你一个人投错了。我的好，我太傻了。你玩的很好，真的很好，不是你真玩的挺好，就是姐妹情，对。还是说明什么？我们隆冬大军我们隆冬大军还是有一心的，不枉费兄弟们今天身为隆冬军的这个尊严呀哎，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去做的案啊？对，我想知道。就是你们推测的一样。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是，你们离他很近。真的吗？惊呆了人力办公室抽屉背后的破布，上面有腐庸了、强硫酸的痕迹，证明他试验过了可以腐烂的强度。盯着你很接近了，差点就来，又是你！哎呦，没有，刚才我在那被踩，他在你房间里还在搜东西的。我都已经把2个抽屉拉出来了，我怀疑他，所以我在他这儿看一看。我感觉今天离关键性证据很近很近。
没看到。没看到，怎么每次就差那么一点点？对呀。推门安案发布通知：本案投凶失败的玩家需要模仿并拍摄萌宠表情包。该副本上线当日，投凶失败的玩家需在微博发布该表情包。今天要发布的就是难为情和惊呆了。你跟我一起吗？对啊。为什么是你跟我一起啊？因为我也输了呀。他被我们找出来了呀。被逮到了。就你们好姐妹嘛，就所以都被输了。今天。在这来了。我要摆什么？开心。你倒是挺开心的。宝宝，谢谢你，要不然我今天全票被抓，很丢脸。好，没事。副本4，疯狂动物趴发生游戏 bug。哇，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被传送到这个游戏大厅了？怎么，灯一关就到这儿了？那一个副本是有几案啊？正常都是2到3案，但是我们就1案就回来了。哦，是啊，为什么呀？不知道。哎，那这儿可以查看那个咱们金钥匙的排行吗？可以，但现在不着急。我觉得金钥匙不重要，因为我觉得都可以清零嘛。不，对，过往的荣誉还是保存的，但是好像应该又是出现了什么 bug， 应该。为什么这么多 bug？ 被你吓了一跳。时间倒转，真相无藏。我是时间之神的代理人王面。身为假面小队的队长，时间不仅仅是钟表上的刻度，更是我逆转宿命的刃与路。所以凶手，这一次你逃不掉喽！哎，怎么回事？我怎么到这儿了？我认识他，我也认识他。李辉，他不是李辉。不是，我刚刚还在副本4里参加这个动物局的主题活动呢。什么活动？我正在副本4里参加动物局最火的动漫《斩神之凡尘神域》。我正在 cos 时间主理人王面。你 cos 的太像了，是吧？会很帅。别进。这发型还挺适合你的，是吧？很帅，是吧 ？Cool。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被弹进来的。你也被弹进来的。谁来修复一下呢？问题是我们衣服都换了呗。啊，对哦，衣服就是啊。为什么你们都穿这么帅气？你这么好看，你不是？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暴露？是吗？暴露吗？我以为没穿，刚刚差点。今天是是都很帅。OK， 好。这个帅哥，各位玩家终于见面了。你是白设计。不好意思，终于见上面了。我是百设计。你好。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游戏又出现了 bug。怎么这么多 bug？ 怎么回事啊？我想给你修理一下。这样，你给我几把金钥匙，我就帮你摆平它。没有这个环节。你算盘打得叮当响啊！你是把你当 bug 修了，你再说。好，大着口气啊。这样，我为大家渲染出一个临时休息区，大家可以去那边好好的休息一下。好。等我把 bug 修复好了之后，我再带你们到第4个副本的游戏。哎，好嘞。然后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任务大厅等待集合。好，没问题。你要保重啊，保重。那我们去哪里睡觉呢？你等一下，我渲染一下。哎呦，我觉得这渲染自己，在脑子里渲染。那个你好了吧？我好了。你在这看着像一个 bug， 你现在。当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卡住。我一会儿把你带回去，好吧？带哪儿去？带到属于你的地方去。OK。好，走，是吧？好嘞。副本开始修复，请各位玩家补充体力，等待重新链接。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
来进入音乐秀双城之战，收获今夏最夯的实景剧情，向探索体验。扫描2维码了解更多资讯。其实，在看到自己最亲的人被其他人虐待，或者说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愤怒和难受，跟我们在刚刚那个 VCR 里面看到的那些小动物，就在他们的视角里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人被我们人类不公平虐待或者对待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也会有这种很难过的感受。咱们设身处地，咱们换位思考，其实这样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非常不公平。生命不分贵贱，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应该遭受很多的虐待和不公平的看待。伤害真实具体的落到自己身上，才会知道，原来痛苦是这种感受。我们还是要学会去尊重自然，尊重所有生命。人类真的要学会换位思考。那我确实该你伤害了他。在做出不同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感受一下当时对方是怎样想的，换位到自己身上，无论开心与否、痛苦与否，得提前去感受，再做出一些决定，会让彼此都好受一些。因为我家是养猫养狗都养，其实他们也陪我从小到大。我的狗狗从我小的时候它就陪在我身边，那后来我又开始养猫，所以其实经常我的推送也会给我推送很多关于宠物的新闻，像我们今天故事里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在有些地方出于疏忽的管制啊，或者是大家缺乏一些细心的照顾啊和关心，包括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知识的缺乏，也有可能造成你对动物一个不经意的伤害。我看很多视频是发生在一些动物园区里面，其实这些动物是在园区里面已经是被收留进来，并且是圈起来保护起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往往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已经是被管制好的地方，实际上里面很多细节，很多对动物的这种关心，其实缺乏了很多管制吧，所以造就了很多动物受了很多这样的苦难的，所以我就挺感慨的。您还记得我吗？审讯的时候，布卡壳进来的时候，然后他就看到金呆了，说自己一开始就认出金呆了，就想保护他。我觉得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动容，就是小狗，它认定你是主人，它就会一辈子认定你是主人，一直在身边保护你，陪伴着你。我觉得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爱身边的小动物，包括去动物园里也是不要去乱投喂，还是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关爱吧。我们肯定小时候也都有被组织过去观看过类似的动物表演，但是在我们自己社会文明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拒绝动物表演也是喜爱动物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本意我们并没有要伤害动物，只不过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对动物来说是伤害。比如说，其实有很多现在我们都会刷到很多直播间，就会说这些狗狗现在是流浪狗，然后如果你为我们刷点东西，它们就可以吃到饭。后来其实我才了解到，这些流浪狗就是他们专门用来牟利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要爱动物，我们也要用正确的、健康的方式去爱它们，不要参观任何的动物表演。如果你想分享自己的这些宠物啊，我觉得可以啊，因为我也是养宠物的人，但是一定要真的用心对待它们。那如果这些动物被动物园所收养，我觉得也是一定要在一个非常健康且科学且负责的情况下去照顾这些动物，让它们有更好的生存环境。一定要就是对它们负责任，因为我们人类，我觉得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是作为思维高阶的一种生物存在，所以你就要做起这个高阶生物的一个职责，你要善待这些在地球上跟你一块儿生存的这些动物，多多爱护野生动物，保护动物的健康，然后共同维护好我们一起生存的这个地球的环境。伤害动物的这种行为呢，不是因为动物有德可恨，而是人的内心的一些问题，所以需要对这些的一个干预治疗。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案例事情，可以第一在公安部门进行举报，另一个呢可以是在相关平台进行举报。
以及虽然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动物，但是我们可以至少做到可以不爱，请别伤害。副本4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传送了。卡了，哎，这儿就是游戏资料室。副本1、2、3、4，这块专属地图只有我们可以开启。推门是一款大型美妙人生深度模拟游戏。我们是内测玩家，南也是，李也是，他是西湖，你真是我妈呀！你是四大门啊！其实这一路以来，他都在我们身边。玩家将失去全部记忆，你会忘记这是一个游戏。传送舱已抵达。摆设计嘛，就是他在传送舱被杀害了。我们调查局一直在调查一个黑客，他的代号名为 Loading， 他制造了这次的系统异常。有人要把玩家永远困在游戏里。这个世界的所有的 bug 都是他的阴谋。大四这个白设计就是这个 Loading， 这个 Loading 就在你们几位之中。我们要去进入到每个人的记忆碎片里边，在这记忆碎片里找一些 bug。记忆之门已打开，请玩家下舱。什么意思啊？走马灯。为什么我们都不记得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把不同时间段的自己上传之后，就会生成不同的玩家。人格碎裂，很有可能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同一个人，都是这个 Loading， 我们就是你的。分支出来了5个性格，有没有可能摆设计就是我们一起杀的？你们回不去现实世界了。你们有一个人想把所有人永远都留在推门这个世界里。单属者 ESC 是坏人。你们必须要进入 ESC 深层的记忆世界。有人在捣乱，你还来质疑我？我觉得他们俩嫌疑最大。我也想当一次杀手啊！他绝对坏透了，我告诉你。你至于这么明着来吗？搞心理战是吧？你疯狂指责别人，你今天很有问题。陷入了自证环节。祭台已经搭好了，你们2个就演。我是本案的凶手，惊呆了。在这个公司，我和我弟弟都分别遭遇到了忒好玩的折磨，我们躲不掉，又逃不开，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他，才能开始新的生活。你这头狼人可爱，你镇得住你的部下吗？惊呆了老铁，这是什么表演？我们的演绎都要很沉静的我不害怕，我是又菜又爱玩。在装啥呢？我还以为你不在了呢。推门补给站了，是不是？最后一次营业了，最后一期了。啊，我吃不下了，您说最后一次。行，吃不下我帮你吃。哎呦喂，你巨好吃，贡菜。这个会非常好吃。这直接吃吗？是？对，你绝对喜欢吃这个。哦，这有点像我们游戏的糖醋排骨。吃爸爸不是吧？恰北北。其实它真的挺硬扎的。乐乐猪。是哪里的方言？累累局，勾嘴，帅气的掉入了湖中。我以为我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恰北北是吃饭的意思吗？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 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 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 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 12点推门玩家彩蛋，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更有推门补给站、推门直播大赏。本周日掉落，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人间天堂，最美江南，苏州文投集团为幸福添一份苏州味道。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过子商城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全新搜证小游戏《搜证总动员》上线，边看边玩，与玩家同频搜证，沉浸式打捞推门副本线索，解锁 Q 版造型皮肤。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开启搜证吧。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加入在线锁凶游戏，变身推探，与推团同步破案，赢取金钥匙。
夜色系关于一推是新鲜密距离，人与晃的音序，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着大局。残期继续是播音，谁藏匿踪迹？一生与风声合力鼓弄着顺序。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扭开执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脱不脱的真与假，深刻魔法，故事无力看法，开始推理吧，寻找消失密码和证据来对话。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